今天和老公在屯子溜达，一走一过就看中了一个2万块钱的房子。今天带你们看看这2万块钱的房子到底什么样的。我俩这把外面门一打开呀，一看这里面是一片狼藉。听说这家主人出去打工去了，这房子得看5、6年了。这柜子你们看看，是不是比你们年龄都大了吧？再看看这背橱也老有年代感了。这屋子空的呀，这墙皮子都哗哗掉，掉的满炕满地都是啊。别看这屋子破呀，但是属于3室的呢。我老公这是边走边用小棍扒拉呀，怕蜘蛛网碰脸上啊。这衣服可是真不少啊，堆得满地都是。这房子收拾一下，你们说是不是得老大工程了？咱们再上那屋看看什么样。这屋一进来更是一片狼藉，都有点下不去脚了。你们说现实生活中住人的房子有造成这样的吗？这屋子虽然破呀，但是还是挺亮堂的，主要是采光好啊。屋里参观完了，领你们上厨房参观一下什么样的。这一进厨房啊，也挺破的，锅台上面全是用塑料糊的。我记得小时候的房子，厨房这块也是用塑料粘的，因为那时候条件有限呢。那碗架子和墙也是黢黑一片，破是破，这厨房还挺宽敞的。这要是以前呢，估计这样的房子应该算是好房子了吧。厨房的那边呢，还有一个锅台呢。以前在农村是不是几乎都有2口大锅，一个是人吃饭用的，另一个就是烧猪食用的。这里边应该是放乱七八糟杂物用的。这厨房还有一个大缸呢，看见这个大缸想起小时候喝水都是用那种压的井，冬天一整就冻了。你们都见过那种井吗？这屋里面的整体也就这个样子了，领你们出去看看外面还有一个仓房呢，咱们进去看看什么样的啊。这仓房一进来也是破破烂烂的，你想想都好几年没住人了，肯定没人收拾啊，乱七八糟的。这里面也是放的破衣烂柜的，房檐子也是结满了蜘蛛网，墙的四面也都裂了，都直漏风。这大概就是这个院子的总体。你们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改造成差不多的样子，大概得投入多少钱呢？这房子2万块钱到底值不值呢？我先看到这个带园的这个房子，就是我们的住宅房。这个房子加上前面那个园子，一共是150多平。然后呢，咱们再往前走，走到前面这个左手边就是我婆婆家的仓房。这个仓房平时就装乱七八糟用的东西，还有牛喂草喂料的东西。然后前面堆的全是我婆婆家这个草包，这个草包每年都要买老多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我婆婆家买的草包，这都是前2年卸的，每年都要买很多次，这一次都要卸好几百捆。这个养牛真是需要投入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呀。我公公和婆婆基本上每天都不闲着。然后咱们再往这面走，这面这个仓房其实和前面的是连着的，是一个仓房，中间让那个草包挡住了。这个仓房就是平时放饲料还有牛下犊的时候，把牛产妇还有牛犊放到这里面。这个整个一趟仓房就是占地面积700多平，将近800平。然后再往这个北走，这个北面就是牛圈了。这个牛圈据听我婆婆说以前是养羊的，然后呢他们买回来之后把里面稍微改动了一下。这个外边基本上也没怎么改动，看起来简陋一些，但是不影响使用。听我婆婆说光里边改动还花了好几千块钱呢。你们也知道在农村拿20万买一套房子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吧，这都是我公公婆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。这个牛圈其实也是非常长的，然后这个牛圈前面还有个牛的活动场区，一会儿给你们看看。然后咱们再进这个牛圈里，在这个牛圈后面还有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我后来才知道，之前都不知道。这个房子也是牛圈，这个牛圈就是我婆婆家这牛比较多的时候，前面牛圈放不下，然后放到这个里面，都很长时间不用了，前面都长草了。然后这个就是牛圈前面的牛的活动场地，这个活动场地加上这个牛圈一共是300多平，剩下的面积就是这个院子的面积还有空地的面积，加起来有600多平。其实很多人不理解，在农村的这样一个房子为啥还这么贵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面积非常的大。你想想，没有这个房子，就这个面积还值挺多钱的吧？因为在农村能买到这么大面积的院子还是很难得的。今天和老公来收拾收拾这2万块钱的农村小院，我俩先把窗户前面的铁丝网拿下来，这个太遮光了。还行，这玩意儿挺好卸的，我俩就用钳子拧着，几下子就整下来了。你们看看这整下来之后和之前的对比，是不是看着亮堂多了，看着也顺眼点了？这铁丝网卸下来之后呢，我俩把前面的大蒿子砍了，要不然呢走道里直当害呀，看着也乱。你们看看这大蒿子多高，都快赶人高了。我俩这镰刀也不怎么快，这个不用吧，反正是能嘎实的。得亏今天不咋冷啊，要不然就像前2天的温度，得嘎嘎动手。这蒿子一嘎是一杆灰呀，蒿子的籽儿飞到哪都是。这个收拾收拾，我老公还发现一个宝物，你们有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吗？这个是地笼，打鱼用的。
等夏天没啥事儿，用它整点小鱼吃。这我俩是轮班嘎完了，把这蒿子整墙外去，等夏天用它引柴火。你们说这玩意儿引柴火是不是挺合适的？这叫废物利用，要不然放着也是放着，还占地方。我这整了好几包才整的差不多，你们说这蒿子得多些吧？前面的大蒿子是嘎的差不多了，我俩把门前的雪收拾收拾吧，要不然一走路啊都只灌学科。学科有知道啥意思的吗？你们猜猜吧。我把仓房门前也给它整出一条道来。其实这地方不光有雪呀，还有树叶子、石头子儿、大土块子，雪还厚，冻的时间也有点长了，也不怎么好整。我老公之前要拿塑料锹整，我说不行，这多亏是拿铁锹，塑料锹都整不动啊。这正收拾着呢，完了我老公说身上发冷，没劲儿，这指定是阳了个阳了，难受也不能硬让他整啊。本来打算给前面的雪都整干净了，这也没整完，明天我接着收拾，给你们看看屋里面的环境，让你们大开眼界。你们看看这收拾点就比不收拾强是吧？一会儿和没收拾之前对比一下，你们看看前面最起码不那么乱了，要不然光看大蒿子了。今天先这样吧，明天我接着收拾。今天是收拾2万块钱农村小院的第2天，今天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下。我收拾这屋里面，这屋里面不收拾实在是下不去脚了。昨天我家那口子屋里面刚帮我收拾不到一半，就坚持不住了，阳了，今天趴床上了。今天我自己收拾收拾吧。你们看看这屋，估计你们都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吧？心脏的人我估计给钱都不能收拾，我这还行，咬牙整吧。这屋收拾下不光埋汰呀，还呛人呢，全是灰，还有墙块子。我这把地也收拾差不多了，收拾收拾炕，因为地不先收拾，走路都绊脚了。这炕你们看看和地差不多，你们几年的垃圾估计都没这么多吧？谁知道了，垃圾咋这么多呢？收拾完这炕，我把这柜子也归拢归拢。这柜子上面都是陈年宝物啊，啥都有，乱七八糟的。这柜是不是现在一般人家都找不到了？收拾这灰给我这鼻子时候刺挠的，戴口罩也挡不住这灰呀。你们说这灰得多大吧？收拾完地下的柜子，我再收拾收拾这炕柜，给我这嗓子呛得直冒烟儿。这要是夏天就好了，我开窗户放放，这一开窗户还嗖嗖的风，太冷了。我这打开窗户一看，窗户里面也不干净啊，哪儿都不干净，哪有干净地方？你们说这平时也没觉得老公有什么用，但是这干活的时候还真挺想的，想他主要是干活呀。有没有和我一样的？我这收拾完这灰和破烂东西，就收拾了好几大收啊，这也太埋汰了。这光是一个屋里面的垃圾，厨房和那几个屋更埋汰，比这个屋还吓人。那垃圾都堆成山了。这收拾完了，垃圾先给它放破仓房里面，没地方放啊，这也没有垃圾点。等收拾差不多了，找地方给它拉走。这屯子是靠近山附近，没有那么发达，不像有的农村都有那种垃圾站点，到时候让我老公想办法弄走吧。这屋里面是收拾差不多了，你们看给我造，你们和之前对比一下，是不是也有点样子了？收拾一下就比不收拾强，最起码不那么吓人了。今天呢，给我这老腰累的都快直不起来了，歇一晚，明天继续收拾。农村是没有房子的，有的人该问了，住婆婆家吗？婆婆家的房子是婆婆买的，我们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我们也想买一个好点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买一个好点的，不用收拾，直接住人的房子得多少钱吗？最少得10来万，不是所有的农村房子都不值钱的，所以我们只能买一个这样的房子。房子不在于贵贱，在于收拾。在我俩的计划中是等过段时间天暖和了，我俩把这屋里面的墙和棚都好好弄一弄，然后院子都给它铺上砖，就光这屋里面收拾一下都得老大工程了。还有厨房，房子的外面大山的地方，有的地方都裂了，也得收拾一下。其实我也很期待我们收拾过后的样子，不用多么豪华，最起码看着顺眼就行了。我估计这屋里面就够我们收拾一阵的了，因为实在太乱了，造的也属实太狼狈了。厨房也是惨不忍睹，你们看看我前2天的段子就知道了。这一天呢，我老公也阳了，在家不能帮我收拾，我自己收拾收拾，简直太累了，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好了。收拾的时候也不是怕脏，而是害怕呀，害怕长出来一个大耗子出来。他在这儿我就不会那么害怕了，好期待他快点好吧。你们说这病毒咋这么厉害呢？沾火就着啊！我老公平时的抵抗力也是杠杠的，这愣是没躲过去，还打了好几天点滴呢。你们身边阳的人都多不多呀？你们都挺好的吧？这屋里的温度不比外面温度高啊，也是嘎嘎冷，给我这脚也冻够呛，这还一直忙活呢。如果只让你在这屋里面待着，估计你10分钟都待不上。这2天收拾房子也给我累够呛，起床都费劲了。现在就期盼我老公抓紧好，我们一起努力改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趴窝了，可算是满血复活了。
前几天我们把那边的2扇窗户前面的铁丝网都整下去了，还有1扇没整。原本打算这个不整下去，因为这个中间有个大玻璃没有。但是今天我一看挡光太厉害了，整下去吧。等过段时间天暖和，重新安一扇大玻璃。这房子前面的草我们也干了，但是这根儿整不利索。你们说有啥好办法把这根儿整下去吗？上次我发视频，有的粉丝说用火点，但是放火点我总感觉有点不安全呢。还有啥别的办法吗？前面的铁丝网我们也整下去了，我说给这院子整条道出来吧，啥也别说了，动手吧。多亏呀，我俩不是什么矫情人，心也不脏，要不然呢，估计人家心脏的人给多少钱都不能收拾。前几天我收拾那污垃圾，有粉丝告诉我说让填灶坑烧它，说还热乎省事儿。其实我也想这么整，但是现在灶坑上面连锅都没有啊。再说炕还不知道啥样呢，漏不漏也不知道，如果漏了的话也不敢烧啊，因为这房子空挺长时间了。现在天儿冷，炕啥的也整不了，等过段时间暖和了看看啥样。这垃圾呀，暂时先扔着破仓房里得了，要不然真没地方整。我也纳闷了，这是攒多长时间垃圾呀？咋这么多？这屯子空房的也挺多，估计呀都去外地发展好了，不回来了。收拾的时候我在想，这屋里面要是热乎的或者夏天多好，就不用遭这罪了。简直太冷了，现在天儿冷，把这能收拾的先收拾了，天暖和再整炕、墙、院子什么的。厨房还没收拾呢，过2天还得收拾厨房，得工程了。人呢也不能总待着，越待越懒呢。尤其这次疫情，把我老公待的啥也不愿整，本身就懒，一待更懒。我说赶紧干点活吧，还锻炼身体，早晚都得整。这次病毒可真厉害呀，家里一个人都没落下。我原本180年不发烧的人都发烧了，有一天给我烧的一宿没睡。有没有和我一样的？我这不像人家有那富贵身子，怕脏怕累的，只要我能干动的都能整。我老公到现在还有点体虚，轮班收拾完这垃圾就整不动了，剩下的灰我扫扫吧。哎呀妈，这灰可像嗓子了，为了以后待着舒服，啥样都得忍着点吧。耗时1上午时间，我俩给这小屋终于整出点模样了。俗话说，眼是懒蛋，手是好汉子。你们在